大家好，这里是君园艺。养过花的朋友都知道，关于种植呢，给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几种非常常见的给水方式以及它们的优缺点。那我们最常见的给水方式就是淋灌。那我们最熟悉的淋灌方式就是人工洒水。这个方式很简单，但是在温室的规模化种植中，缺点就很多。首先，它很难控制水量，就无法保证给每一盆的植物的水是均匀的，这样呢也很容易过量给水。现在的温室大部分都是自动化给水，那我们现在视频中看到的这种大面积的喷洒方式，在加拿大还是比较常见的。这种淋灌方式的优点呢是比较简单高效，但是缺点就是比较浪费，因为很大一部分水其实都没有进到盆土里被植物有效的利用吸收，而是顺着叶片流走或者蒸发掉了。那我近期在一家育苗温室见到了这种水枪淋灌，在加拿大它也算是比较先进的给水设备了。那在北美做经营，大家都知道人工成本是最大的一部分开销，所以自动化就显得非常重要。一般的自动化温室呢，都可以做到电脑定时定量喷洒给水，但这个水枪的给水系统呢，不只可以做到定时，还可以调节水压。它也可以定位一个花床上需要浇水的位置和给水的时长，这样一个花床上不同的植物就可以很精确地得到各自所需要的水量。整体上来说，淋灌除了浪费水和肥，另外的缺点就是会增加室内的湿度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室内的通风，否则叶片上存留的这些水分呢，就很难蒸发掉，也很容易导致一些叶片疾病。滴灌是最节水的一种灌溉方式，它的缺点呢是需要提前安装这些管道，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定期的检查是否有盆栽缺水，因为老化的管道也会有个别阻塞的情况，那要及时发现并更换零件。它的优点是可以很精确地控制给水量，那滴灌肯定是最节约和环保的一种给水方式。同时呢，它还可以避免叶片沾水，从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植物的患病率。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花期对水很敏感，比如说圣诞红，那它就只能避开淋灌，用滴灌或者是渗灌的方法来给水。喷雾一般是育苗时常用的给水方式，那在扦插的过程中，植物的根系还没有形成，就需要通过叶片吸收水分，这时呢就要保证空气湿度足够。那除了育苗，也有个别植物需要一定的空气湿度才能健康生长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喷雾来增加空气的湿度。渗灌也是近些年非常常用的一种盆栽给水方式。那渗灌包括有花床的渗灌，也有洪水地面渗灌，它的好处也是非常显而易见，就是效率高。那肥水呢还可以再回收利用，也避免了浪费。缺点是它对于病菌的传播不太好控制，那一旦有植株感染病菌，很容易通过水流成片的感染，所以要额外注意清洁。那植物更替期间需要对种植区域进行消毒。最后这种给水方式是吊篮常见的，除了滴灌，上棚的吊篮都是这样点状给水的。它的优点是避免了安装滴灌系统的麻烦，但是它的给水效率明显也要低一些。那这种通过土壤表面浇水的方式，也是我们家庭养花最常用的。那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几种北美温室盆栽的给水方式。好，今天呢就分享这些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